大家好哈，我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陈彦霖。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够介绍的是在这个机器学习应用在工业4.0的这个技术上面的应用它会经常会使用到这个嵌入系统平台。由于这些这嵌入系统平台呢，基本上会用在这个云雾计算的这个终端运算上面，而对于这个机台上面的这些影像辨识即时检测还有这个物联网的分析非常的有这个实用价值。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嵌入系统平台。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现今主流的这个嵌入系统平台呢，主要是用基于 ARM 的这个架构。ARM 的这架构的优点以及特色呢，它主要首先它是一种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这称之为经典指令集的架构 CPU。它的主要特色是第一个，它很省电，再来它可以缩减到很小的体积，那再来它可以做很多高密度整合的这个应用，以及它可以做很多的自由度高的这种授权的应用。也就是说，它是以这种 IP 授权方式授权各家 IT 厂商自己设计整合的模组。例如说 Apple 它会设计自己的这一个晶片组，然后 Snapdragon 呢，它会设计另外一种他们自己的这个 RF 模组跟通讯协定的模组。然后再来iPad 或是说其他的笔电呢，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一些 USB 模组或通讯模组，或是运算模组，或是绘图晶片模组，会整合在这个他们的 ARM 的这个晶片 CPU 里面。好，我们首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经典指令集跟复杂指令集的指令集架构，也就是说是 RISC 跟 CISC 的这个差异性。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CISC。CISC 这个架构是属于这个复杂指令集的这个架构机制。它是早期的从这个 X86 架构开发出来的，一般桌上型 PC 用的这一种复杂指令集的这个架构。它这个设计的这个原理呢，主要是说它一个指令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一个指令做比较多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也就是说它会变成说你的指令的解码的核心设计会变得比较复杂。但通常来讲，它一道指令呢，它可以做很多道的资料处理。那一个指令呢，也可以做一次的这个位置的存取，资料的这个截取，然后可以再做这个占能器的存取，一次指令就可以完成。但是这样一来呢，它的功能虽然比较强大，但是问题是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CPU 的架构，以及它的这个晶片面积，以及它的整体的这个指令集的复杂度，它就变得比较无法这个降低。那相对来讲，就是说你面积大，你的耗电量就高，那相对来讲就变得比较不太适合用在这个手持跟嵌入系统的这个终端运算的平台上面。好，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RISC 的架构的处理器核心。RISC 指令集架构主要是说它是精简指令集架构，它是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的简称。它主要用在 ARM、MIPS 这一类的这个嵌入系统装置跟行动终端应用平台的这一种架构应用。它的这个基本的设计核心呢，是希望能够把指令集精简。那指令集精简的话呢，相对来讲它的电路设计就会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它核心设计的比较简约之后呢，相对来讲你的这个晶片面积就可以有效的缩减。有效缩减之后呢，相对它就可以做到省电，而且它可以在同一个这个晶片的这个里面呢，封装其他相关的这些运算电路，例如说绘图晶片，或者是这个 RF 通讯晶片，或是应用在这个手机晶片这各种的这个基频电路的这些应用指令，它都可以整合在同一个晶片里面。也就是说它变得比较能够客制化，跟也比较能够进行这一种多用途的这个应用上面。那相对来讲，这个 RISC 的这个架构呢，它主要的这个问题呢，是说它一个指令基本上比较精简，所以它一个指令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它变成本来在 CISC 里面呢，一个指令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在 RISC 架构底下，它要分成好几道指令才能去运作。例如说像这个细元的阵列存取，你要从记体存取这个资料进来，然后做运算，然后再写回到占能器，再写回记忆体。这个动作呢，本来在这个CISC里面可能一个指令就可以达成，但在 RISC 里面呢，你就要到3、4个指令才能够做完这样一件事情。那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呢，它因为它省电，硬体架构简单，所以说它可以缩到很小，而且可以让它电路变得不会那么复杂，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应用的更加广泛，应用在各种这个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这些平台上面都有看到 RISC 的这个踪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希望能介绍的主角就 ARM 的处理器。ARM 的处理器是目前
消费电子产品的最主流的这些应用平台，那包含大家身边一定会用到的手机。那现在的手机呢，不管是 Apple 的平台或是Android 的平台，这类平台呢，他们用的主流的处理器，都是 ARM 的这个架构的处理器。也就是说，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们都是各个厂商呢重新设计这个 ARM 的处理器晶片，封装到他们的晶片组里面，把他们各自的这些运算的架构，以及他们各自的这些功能，还有周边电路，还有这个通讯的这个电路呢，把它放到他们的各自的这个晶片里面。那这样一来，它就可以设计出专用的这种手机晶片。那再来其他的应用呢，就包含说掌上游戏机，然后有穿戴式装置，物联网的装置，还有现在数位电视跟机上盒的联网电视，以及我们经常用到这些印表机、投影机，还有车载电路，这一些电脑周边相关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呢 ，ARM 的这个处理器核心基本上都是无所不在，在大家生活中不断的用这些嵌入系统平台，应用在你的随身的运算的这个装置上面，好，那我们的 ARM 的这个架构的这个定位，它有分成3种，Core A 系列主要是说用在 application 意思是说高阶的运算平台应用例如说现在常见的这种手机、平板这一种多媒体运算的高阶的运算架构，让大家可以达到最高效的运算以及跑很大量应用程式的这一种应用机制通常用在这个 Core A 系列的这个架构那在 Core M 系列呢，是 microcontroller 的应用。那通常来讲它最常用在就工业控制上面的应用。例如说，我们会经常用在工厂端的这一些嵌入式平台，或用在这个影像检测的这些平台，或是用在我们这些周边装置，例如说你的这一个印表机、扫描器或是这个投影机这些它都是属于微控制器的这个应用，都会用到 Core M 系列的处理器再来 Core R 系列呢，主要是要用在 Hard Real Time 的应用。因为 real time 应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 response 来不及回应你的指令的话，它会造成你的这个资料错误以及发生问题所以说，在这个硬碟的控制上或是引擎的管理，例如说车用的引擎他们或者 baseband 的即时处理器核心，它都是有必须在限时时限内要回复的这一个平台。那这个 real time 应用呢，就会用到 Core R 系列的这个 CPU 处理器好，基于前面我们讲到了ARM 的这个架构的这个区分那再从 ARM 的这个架构演进呢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从1993年开始这 ARM 的 V7 版也就是说它的这一个第7版叫 ARM7 它出现在主流消费电子市场开始之后呢，它接下来就开始攻占了我们全面的这个生活周遭的所有的这些嵌入系统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平台。那从1993年开始呢 ，ARM7 一直到2002年的 ARM11 这总共的出现了5代的这个 ARM 的这个架构那再来2004年、2015年以后呢，它开始ARM 的这个公司呢开始区分他们的平台到3种这一种消费电子平台上主要说它从这个 Core A 系列、M 系列跟这个 R 系列来区分3种市场区隔的这个产品那我们从这个 Core A8 开始呢，它会出现在各种这些IC 设计厂提供的这个消费电子平台上面例如说 Core A8 会用在这个 TI 的 OLED 3系列的平台上，而 Core A9 呢会用在那个 TI 的 OLED 4430等这种开发平台上面那到了2020年出现了 Core A15 呢，开始应用在 NVIDIA 的第1代的消费电子的这个嵌入式系统开发平台，也就是说它是第一种可以结合 GPU 的这个的开发平台就是用 Core A15 系列的 CPU那到了这个2020年呢，出了这个 Core A57 跟 A53 的这个架构它首先 A57 系列呢用在比较高阶的这个运算平台，所以它整合在 NVIDIA 的这个T-X2 的平台上面，这也是我们上课即将要使用到的这一种嵌入开发平台的介绍那Core A53 呢主要用在中阶的这一种运算平台之上它主要是说，它会用在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这一个这个 Raspberry Pi 的这一个开发平台上面它主要应用在这个中阶的这一种相对省电的应用程式之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些开发平台主要是例如说Core A75、Core A76这一系列的开发平台这我们会经常会看到在新一代旗舰机上面看到这些新的平台的这些中机例如说 Core A75 呢应用在这个 Qualcomm 的 Snapdragon 845的这个 CPU 上面而 Core A76 呢主要是最新的
Qualcomm 最新的这个 Snapdragon 855系列的 CPU 上。接下来我们未来很快就会看到它新一代的这个旗舰机用到这一颗 CPU。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课程可能会使用到的嵌入式平台例如说T-X2 这个平台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NVIDIA 的 Jetson T-X2 的 SoC 它从这是 NVIDIA 第3代的这一个的嵌入系统的开发平台主要用在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之上它其实NVIDIA 呢会希望说把这个 AI 的运算平台呢把它放到这个消费电子产品端那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的嵌入系统平台端的这个产品这个 Tegra X2 系列的 SoC 它放了这个 Pascal 的 GPU 它总共含有256个这个 CUDA 核心它也用这一种平行处理的4核心的 Core A57 的 CPU， 让它具备了这种异质多核心运算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呢，它基本上呢，你可以把基本应用程式呢应用在run 在 ARM 端的 Core A57 的这一个跑它的作业系统跟应用程式，而把主要的这些图形运算以及 AI 运算呢放在这个CUDA 核心Pascal 的 CUDA 核心上那所以它也具备了其实已经有中小型电脑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运算能力也就是说它也具备了8GB 的记忆体，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拥有中小型电脑的运算能力的这个平台那也就是说它另外提供了32GB 的这个 MMC 可以让你下载程式，而且它可以直接执行作业系统尤其像Ubuntu 或是说甚至于我们可以跑 Android 在这一个T-X2 的平台上，也可以跑影像辨识、即时运算处理跟 AI 运算、深度学习等应用在这样的一个运算平台之上那我们来再介绍一下这个树莓派Raspberry Pi 的第3代它其实也用到了这个 Cortex A53 的中阶的运算平台的 CPU 它主要用的是 Broadcom 的这个 SoC 的整个的解决方案它其实它有这一个除了 A53 之外呢，它有把这个 Dual Core 的 Video Core 的4代的 Media Core Processor 整合在这个 SoC 之上那它相对来讲是主要偏向相对较为这个价格低廉的这种消费电子市场所以它只有具备了1GB 的这个 LDDR2 的这个记忆体以及32GB 的这个 eMMC 但它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这一种消费电子运算的这个运算能量，它已经可以跑很多应用程式，而且可以让我们做很多多媒体运算的使用。只是说它的这一个 AI 运算能量呢，相对来讲比较没有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NVIDIA T-X2 那么强好。那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嵌入平台的这个简介接下来后续的课程我们会介绍到如何在这些平台上面来做我们这一种工业4.0的这些运算的机制以及它的PBL 的开发好，谢谢大家